初見古德寺，你會有一種錯覺，這裡究竟是佛門清淨地，還是誤入了異國的宮廷？古德寺以一種特殊的氣質聳立着，見證了100餘年的滄桑與榮辱。古德寺的起點帶有典型的佛門隨緣的色彩。就在清光緒3年，隆熙和尚從外地來到漢口，最初只是在黃埔路一帶化緣，搭建了一個簡陋的小院，取名古德寺。古德二字取心性好古，普度以德之意。在佛教的語境中，古代表着不隨時代流轉的本真智慧，德則是濟世救人的行持。這種立意在建寺之初便立下了它不隨流俗的基調。1905年，昌弘法師繼任主持，開始大規模擴建。此時正值中國近代史上最劇烈的變革期。武漢作為9省通衢，西方文化與本土傳統在這裡激烈碰撞，所以古德寺的建築風格也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演變成了一場奇妙的建築實驗。走進古德寺，最震撼人心的莫過於圓通寶殿。它不像傳統的漢傳佛教寺廟那樣具有飛檐翹角，而是融合了古希臘神廟的廊柱、哥特式的尖卷窗、伊斯蘭風格的尖塔，以及東南亞小乘佛教的帕拉瓦式流蘇。它的廊柱殿外一圈粗壯的石柱，依稀可見帕特農神廟的遺風。它的窗棂那尖長的彩色玻璃窗，若非殿內供奉着佛像，你可能會以為身處巴黎聖母院。它的佛頂有9座佛塔，這在漢傳佛教中極其罕見，寓意着9龍護法，其靈感來源於印度的阿難陀寺。這種非真非俗、非中非西的設計，恰恰體現了武漢開埠以來的包容精神。辛亥革命後的古德寺占地面積達150餘畝，香火鼎盛，是名副其實的漢口第一名剎。然而，歷史的巨輪轉動總會帶起泥沙。古德寺在進入20世紀中葉後，經歷了一場長達30年的夢魘。寺廟的土地被周圍的工廠和居民區蠶食。那段日子裡，僧人們被迫還俗，或去工廠做苦工，曾經的終身沉寂了。取而代之的是工厂刺耳的機器轟鳴。直到1986年，武漢造樣機廠遷出，古德寺才交還給佛教界。但此時的古德寺早已滿目瘡痍。2000年後，古德寺才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它那獨特的建築美學和歷史價值終於得到了證明。站在大殿中央，光影透過高出的窗格灑在地面上，你很難想象這裡曾是轟鳴的工廠車間，也曾是火光衝天的戰場。古德寺的魅力在於它的不合時宜。它在傳統中國寺廟的語境裡是異類，在現代大都市的叢林裡是奇觀。它受過尊崇，也受過凌辱，它被建起，也被踐踏，最後又在廢墟中重新綻放。這或許就是心性好古、普度以德的最好注解。因為真正的德性不是在順境中錦上添花，而是在歷史的廢墟與浩劫中，依然能保存那份對美、對善、對真理的執着。讓你能夠聽到我的心，什麼時候也能把我想起。